我有种预感啊，这次当美国很高调，法国很高调，中国很低调的情况下，恐怕在这个会场上也会出现一些非常微妙的一些举动。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5月30号星期五在全网播出的《这部视频》。今天两条线索，一个是今天晚上，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将正式开幕。那么这是特朗普2度返回以后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处于非常敏感的时候的第一次。那么美国的非常鹰派的国防部长也将首次在这个峰会上亮相。同时呢，中国呢这次可以说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第一次没有派国防部长，而是派了一个海军少将，同时也是国防大学的好像是副校长兼教务长。那么由于我过去长达10年是香格里拉对话的正式代表啊，那么我将从历史的风云变化当中来跟大家谈一谈香格里拉对话的这一幕到底如何看。同时第二个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啊，他说中美最近一段时间桌面下的贸易谈判遇到了一些障碍，所以他说下一步应该是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马上要通话的时候来临了，要不然的话恐怕是谈不下去的。那么这个当然是也是在一方面是贸易，一方面也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全面收紧，而且他这里讲是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法院那个法院此起彼伏的，一会儿说特朗普的关税是非法，一会儿又说合法，在这么一种背景下发生的两件事，其实看上去各自独立，但又互有关联啊。我们长话短说，先回归第一个主题，香格里拉对话。那么今天晚上要正式开幕。一般香格里拉对话就是每年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这个今天是5月底啊，是个5月30号，所以今天晚上举行。按照常规是8点钟正式开幕，每次开幕式就是晚宴了，有一个外国元首啊致辞，这次呢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是欧洲领导欧洲的元首第一次，从2002年香格里拉对话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主旨演讲啊。香格里拉对话这是俗称，其实它叫 Asia Pacific Security Summit， 就亚太地区的一个安全峰会，但是欧洲的元首第一次来啊，而且是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新加坡访问。那么昨天跟新加坡签了法新两国的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所以今天晚上马克龙这个非常关键。另外呢，明天马来西亚的这个总理安华要发表讲话，明后天吧，应该是日本的防长要发表讲话啊。现在有消息说日本的防长要发难，这个菲律宾的防长也要发难，都串通好，但是马克龙呢会不会发难？应该不会啊，这个也是跟中国应该事先有所沟通。但是大家最主要的还是关注明天早上9点钟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的讲话，这个是每年的一个常规啊。我从2007年到2017年长达10年参加香格里拉对话，而且其中有9年是他的正式代表。那么今年呢是美国的这个强硬的鹰派的国防部长第一次参会，也是特朗普2度返回以后的第一次美国方面的参会，所以大家万众瞩目关注特朗普的第2任期他的印太战略如何勾画，对华对地区其他的无论是盟国还是伙伴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略蓝图的一个勾画，令大家非常关注。我有种预感啊，这次当美国很高调，法国很高调，中国很低调的情况下，恐怕在这个会场上也会出现一些非常微妙的一些举动。那么中国的国防部长刚才我说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是6年以来的第一次没有出席。其实在我2007年，我有前同事从2005年就开始参会了。刚才我跟他说，我今年正好是你这个参会采访的20周年。那么我中间有那么10年时间，在我2007年参会的时候，当时中国方面很低调，派的都是副总参谋长。08年、09年、10年都是如此。那么中国派国防部长是第一次是2011年，当时是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2012年呢，邦的一下又开始转低调。转为军科院的政委，是一个中将。那么这一次时隔13年之后，应该说是中国方面的第2次低调，而且这一次的出的这个军官的层级比2012年的中将还要低，这次是应该是海军少将。那么中间在13年、14年、15年啊、16年等等那几年，应该都是副总参谋长。后来19年以后开始频繁的派国防部长，虽然都是几任国防部长，
那么在21、22吧，这几年呢应该是疫情所以中断，那么23、24又开始恢复，但都是国防部长，只不过人选不同。这次是第一次国防部长没有去，原因当然有客观，有各种主观原因，我就不在这里追溯了。但这次中国的低调，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觉得是有好处的。这个静观其变嘛，一动不如一静，所以这次我们主要是观察美国一定会发难，毫无疑问的。而且这个国防部长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鹰派。但是现在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说，日本和菲律宾也会发难，那这个我就很好奇了啊！这是从来自第一线的消息，所以未来1、2天大家要密切关注我这个视频。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是我会跟我们在现场的朋友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包括我一些旧同事。同时呢，我本人呢也会利用各种条件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加上我过去长达10年参会的经历，给大家试图拼出一幅这个最有说服力和逻辑推演力的一幅真正的战略图画。好，那么下面说第二个，刚才我说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表示，他说最近一段时间中美这贸易谈判遇到了一些挫折，有点停止。大家知道5月12号中美双方发了联合声明，对不对？把这个高关税推迟了90天，然后呢就中美双方底下一直是有互动的。后来特朗普呢在完了以后的那个星期就说，他说我准备在这个周末给中国最高人打电话，后来没有发生，想必有各种原因那么但是呢在过去2周里面，虽然在前几天美国的各种法院一会儿说非法一会儿昨天一个又比较高级的法院又说合法，但是最终一定会闹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虽然里面保守派尤其是由特朗普任命的人占多数，但是据美国的行内的法律专家说也未见得，因为最近的美国的最高法院法官们做的有几个判决都是特朗普感到不高兴的，所以这一幕现在这个很令人好奇未来到底如何发展。但是呢，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还在这个桌面下进行当中。根据贝森特的说法说，遇到了一些难点，难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技术官僚来谈到一定程度，一定会遇到政治和战略上的障碍。那么这种政治和战略上的障碍，一定是必须是最高领导人一锤定音的，要么从战略上枪毙，要么从战略上放开。但是哪些该枪毙，哪些该放开，这不是专业层面说了算，这一定是政治和战略的考量在背后。所以从这意义上说，逻辑上也通虽然不一定是在本周，但是未来几周里面，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应该会有一个通话，即便不公布也会有个通话。那么这个呢，一方面是为了中美两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另一方面呢，坦率地讲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刚才我说特朗普这个除了这个美国各级法院对他一会儿这个说非法一会儿合法的判决之外，特朗普最近在哈佛大学的问题上，这个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同时呢，从昨天开始，他又命令美国在世界各国的领事馆全面收紧或者全面停止对外国学生的签证的签注。那么其中当然这个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学生，所以这个应该中国学生的签证最近也成为不但是中国很多中长以上的家庭关系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孩子们的赴美留学嘛，同时也必定将成为中美这个双方不一定是最高层，但是是从政治层面上要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个事儿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要密切关注。首先是关注我这视频。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